书接前文，曹文海净想美事儿，还以为这张百万要成全他跟玉姑的婚事，在屋里一躺美滋滋的，把那些痛苦全忘了。那么曹文海这一登门不要紧，消息迅速传开，张百万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，有那嘴快的丫鬟撒脚往后就跑，告诉小姐玉姑了。姑娘啊，给您道喜呀，您猜谁来了？谁呀？曹公子文海回来了。是吗？你见着了吗？我倒没见着，前面都洪阳洞了，老爷把他找到书房谈话，已经安排住在东跨院了。哎呦，玉姑乐的呀，他从心往外那么喜欢曹文海，一心一意跟他做白头到老的夫妻。他父亲非把他另聘，他哭了不是一天，从心往外的反对，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但是玉姑也做好思想准备了，我死我不死的我们家，等花轿把我抬到老姚家，我暗藏剪刀一把，我死在金房，以死明志。打官司老姚家去打去，跟我们家没有关系。他真都准备了。今天一听曹文海回来，能不高兴吗？芳心乱跳啊，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，赶紧把抽匣打开，里边有一团红绸子，这红绸子上有大彩球，就是拜天地的时候跟新郎一人抻着一头，就那大红绸子。这玉姑拿剪刀把这绸子就剪断了，那就表示跟老姚家断去一切的关系。他丫鬟挺聪明，丫鬟叫小秀，相当灵气。姑娘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老姚家彻底结束了，我一心要许配曹公子，曹公子来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呀，姑娘，你别高兴得太早啊，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已经许下的亲事怎么能更改？过2天老姚家来迎亲来呀，您自己自作主张，老爷能通得过吗？哎，姑娘，使不得，使不得也得使得。我就下定决心了，我爹如果再拦着，我以死明志。姑娘，这都不是办法，别说死不死，达到目的才是主要的。秀啊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当奴才的不敢多嘴，既然姑娘问到这儿了，您素日对我也不错，那我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姑娘，你们家你不能待了，怎么的你也斗不过老爷，老爷决定的事万难改变。干脆姑娘，今天晚上见公子去，把你心里的话全跟他说了，让曹公子了解你，做到心中有数。你多带金银财宝，跟曹公子逃离是非之地呀，远奔他乡。你们不也完婚也达到目的了吗？过个3年5载，事儿平息了，你们再回来，到那时候生米做熟饭了，老爷再反对也无能为力了。不知道我这主意姑娘以为如何？哎呦，小秀啊，你真是我的智囊，我太感谢你了，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这事就这么地了。这姑娘也豁出去了，打点金银细软，换了套衣服，偷偷摸摸来找曹文海。等一砸门，曹文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开门一看，水灵灵一个大姑娘。你是不认识？那阵儿就是介绍人，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见面的时候很少，所以彼此不认识。文海刚一问你是谁，姑娘赶紧进来，反手把门关上。
公子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是玉姑啊。你就是玉姑？正是。你是不是文海？是。你可回来了。姑娘顾及不了什么礼节了，往上一扑，搂住曹文海的脖子，失声痛哭。你看姑娘很大方，曹文海读书太多了，有点发愚钝，两只手扎实着，无所适从，往后还直退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。来这劲儿了，还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没有旁人，咱俩在屋里交谈，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因此他往后直退。玉姑气得直跺脚。相公啊，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听我道来。我爹坏了肠子了，把我聘给老姚家。你看张灯结彩，就准备老姚家1、2日前来娶亲。咱俩的亲事已经黄了，我爹现在没跟你说，最迟明天也得对你说，就得把你轰出门外。相公啊，我是一心不改变，一心许配给你，活着是老曹家的人，死了是老曹家的鬼，福祸与共啊，咱们生死都在一起。今天我见你，我也不讲过去的什么礼教了，我想把心里话全告诉你，叫你放心。有这等事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的心我明白了，玉姑，可是我现在穷困潦倒，连安身立足之地全都没有，我怎么办？这你放心，我现在把钱都带来了，唯一的好办法就是你我2人连夜出走，咱们远走他乡。那能行？远走他乡，咱喝西北风。我带着足够的银两，什么不干也够咱吃几年的。那毕竟不是长远之策，传出去我拐带玉姑远奔他乡，这是要犯法的哟。好说而不好听，不可为，不可为呀！呀，书呆子，什么叫可为？哪叫不可为？允许他们说话不算数，难道咱们就不行想个良策吗？今天的事情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明天天亮让我爹知道，再走可就走不了了。哎呀，还有一层，你说你带了足够的银两，那么过了几年咱把钱花光了，我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做买卖没有本钱，咱喝西北风吗？那怎么办？哟，你看的也太远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啊！你快点走吧。也罢，我们老曹家是10里传家呀，落到我这步没有办法了，违背圣人的圣训我都做出来了。老天爷耶，祖宗原谅我吧。走，没敢走前门，走的是后门，越墙而过，未来的夫妻逃走了。荒疏之间到城门这儿一看傻眼了，城门早关了。那年月他主张关城门呐，为了太平起见，有钟点关门，有钟点开门，门一关交通闭塞，哪儿去呀？这可怎么办？住店不敢，怕茶叶的茶店的一查不就露馅了吗？这怎么办？也不能蹲着街头啊，叫巡更下夜的看见一盘问也得露馅。小夫妻急得团团转。后来玉姑想起来了，这么办吧，到顺城街找我姐姐金姑去，她一个人住着宅院，我们去暂时住上一夜，
哎，如此甚好。跟头咕噜钻胡同，来到金姑的家里头。金姑这家守着街，门关着呢。按现在钟表说，晚上11点多钟了。那个年月又没有电，人早早就睡了。夜深人静，来到门旁，玉姑是紧紧的叩门呢，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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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，咣咣咣。一开始屋里的鸦雀无声，后来有人说话，别敲别敲，敲的人心熟。谁呀？姐姐，玉姑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么晚你还来串门子？有什么事儿不成？姐姐，开开门到屋再说吧。咱爹爹赖婚了，把我许配给老姚家，我不同意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曹公子回来了，现在就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俩私奔呐，离开咱那个家，准备远奔他乡。无奈城门关了，我们走投无路，想在姐姐这儿避一晚上。姐姐，快把门开开吧。哦，大概金姑寻思了半天，没开门。妹子，不是姐姐不讲情面，这门开不得，我也不能收留你们。你们想，咱爹一旦发现你没了，曹公子也不见了，肯定知道你们私奔了。现在城门已经关闭，你们能上哪儿去？头一个就得想到我这儿了。咱爹多奸呢，知道我一个人挑门过日子，咱姐俩感情又好，你不投奔我，投奔谁呀？如果领人来一堵，岂不把你给堵上啊？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危险？妹子，走吧，这么大太原府，找个地方就能藏躲一夜。姐姐，我不能开门。姐，这玉姑在门外直哭，一听姐姐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是那么回事，回身跟曹公子商量，文海呀，那咱们再走吧。走吧，哪怕找个地方再眯一晚上，我看还差不多。两个人互相搀扶着离开金姑的家，走了。哎呀，这金姑啊，心噔噔噔噔跳了半天。他说的是实话，但是金姑也不是个稳当起儿。他转身时间不大，就听街上脚步的声音，到了，小呼来，咱们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呀！怎么样？我说的不假吧？谁呀？金姑，你爹我来了呀！爹来了，这么晚了，您来干什么？玉姑在你这儿没？曹文海在你这儿没？要爹说的哪里话来呀？他们怎么会到我这儿来呀？曹文海不早死了吗？爹，没有。你开开门让我看看。爹呀，我是您女儿，我敢骗您吗？的确没有。深更半夜开门，诸多不便。少要胡言，我非看一眼才能相信。你要不开门，我就破门而入。来呀，拿斧子把门给我劈开。哎，这是切的咔嚓去呀！别劈，我现在就开门。把门开了，一瞅这老头好像凶神恶煞一般，后头跟着10来个小伙子，都是张百万手下的长工短工。那个说怎么来的？那您还用问吗？张百万也睡不实啊，回到屋里头辗转反侧想这个事儿。哎呀，明儿个我见着曹文海，我怎么说？怎么能让他干净利落的死了心？哎，算了，我破点财，给他180两的银子，把这臭要饭的打发走就得了。哎，不行，还得让他写个字据。他要不写字据，将来是麻烦事儿啊。
这小子肠子坏了，到官府告我一状，我多被动啊！就这么办。他就想这事儿，他能睡着吗？他又起来了，东溜达西溜达，心说别等天亮了，干脆我就把小子提了起来，今天晚上把话跟他说了就得了。结果到文海住的房间一看，一团漆黑，一推门开着，到里边把灯长上，再找没人儿，哪儿去了？他叫打更的寻找，打更的转了一圈也没找着。老头后来到玉姑的房间了，看看丫头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曹文海这小子像贼一样钻到我女儿房间来了？一找玉姑也不在，一问丫鬟小秀，小秀说不知道啊，我睡得跟死人一样。张百万明白了，好啊，背着我不知道，他俩商量商量，逃走了，私奔了。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？点齐10几个人在后的就追，他判断着城门早关闭了，肯定他们没离开太原城，就是上天入地也得把你们抠出来。同时他也想到，这么晚了能上哪儿去？肯定在金姑家里，因此径直到大女儿家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门开了，张百万气冲冲进了屋，东瞅瞅西看看，来人呐，给我搜！金姑倒背着手，一脸的不高兴。爹呀，你女儿犯了什么法了？你兴师动众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！你再说你对待我妹子也不至于这样，你这不赶上抓臭贼了吗？你少说废话！一会儿搜的人回来了，能有多大个地儿？老爷没有，老爷没有。真没有啊，我冤枉我大女儿了。金姑冷笑一声，爹怎么样？你不相信你姑娘？没有吧？算了，睡觉吧。总之我是你爹，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说。撤！要真都撤出去就没事了。没说张百万这老头头脑非常好使，一撤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大女儿金姑啊始终靠着个柜子，早前的大女儿没动锅也没送他，而且他发现这个柜子挺长挺宽挺高，那里头慢说藏一个人，藏2个人也绰绰有余啊。莫非他把曹文海和玉姑藏到柜子里了不成？回来，都回来！那帮人都出了门了，听员外爷一喊又都回来了。员外爷有事儿，把这柜子给我打开，我要查看。这下金姑可不干了，爹您怎么了呢？这个柜子不能动。怎么不能动？这是我们死鬼留下来的，他们祖上留下的遗产呐，都是纪念品。由于我保管不严，把钥匙丢了，您看这锁着呢。没钥匙怎么开这柜子？这是个纪念物，爹您不能动。什么？金姑啊，别跟我耍心眼了，今儿晚上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。金姑撒泼打滚，趴在柜子上就不离开。老头最后急了，来人呢，找绳子找个杠子，把这柜子打回到咱家里去。有几个人扯着金姑，金姑毕竟是女流啊，能跟爷们儿争吗？哭啊喊啊没有用。另外几个小伙子找来绳子杠子，费力抬着还真沉呢，晃晃悠悠换班抬着，抬到张百万的府中，一直抬进大厅，把这帮人给累的。
你们都辛苦了，今天晚上有酒有肉，来人，把这柜子给我打开。没钥匙，过去那木匠活干得相当好，那材质也好，连缝隙都没有，嘎嘣针锁上，真就开不开。要想打开就得破坏。有人把榔头斧子找来了，铁条也找了一遍，看，嘎嘣，把大铜锁别坏了。盖掀开，沉甸甸的箱子盖啪周开了，在灯光之下，众人闪目观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全傻眼了。我这怎么回事？柜子里头真有个人，再看这个人秃头，一根毛都没有，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脑袋上受戒了，那点儿还有呢。往身上一看，穿着僧衣。由于这和尚个儿大，这柜子再怎么说这和尚装不下，所以腿屈曲着，脸朝上。和尚已经绝气身亡，死和尚，眼睛瞪着，牙呲着，吓人不吓人？张百万一看，不从坐的地方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心想怎么在金姑家里呢？还有个和尚。明白了，哎呀！家门不幸啊，金姑，你做的好事，但这事儿你又不能张扬，事关自己脸面的事。那么眼前这死和尚怎么处置？这贪了人命喽！哎呀，这，大伙儿都傻眼了。张百万告诉所有的当事人都过来，咱开个会。各位啊，我张家不幸出此逆事，接二连三的，各位千万别见笑。另外，我买大家一个嘴严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切莫张扬啊！各位啊，为了买你们个嘴严，每人赏白银20两，今后还给你们加薪。如果哪一个走漏了消息，叫我知道，我对他可不客气呀！我豁出万贯家财，我买他的狗命。袁伟爷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不说，谁那么缺德呀？好啊，马上发钱，钱发了。哎呀，老张头一琢磨，这事儿好办了，不说这死和尚怎么处置？还有件难题呢，我已经通知老姚家了，老姚家明后天就来娶亲来了。我女儿现在不见影了，我拿什么向人家解释？